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到的是有關於美伊的這一場戰事，川普呢3000億現在確定送伊朗是真的哦。另外呢，美伊雙方在19日會來簽的這個14點 MOU 震撼的曝光了，等一下會來看細節內容，當中提到了是美國針對伊朗會做石油的豁免、凍結資產，全部都會給伊朗等等。那麼荷姆茲解封是美國為了自己的油價利益嗎？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。我們先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。首先第一個，有關於3000億美元的重建金，川普一度說是假新聞，但是在此刻呢，我們看到副總統范斯直接還有外媒直接證實哦，這個3000億美元呢，波灣國家會一起來出資。來做重建，提供給伊朗。外媒也點名說，甚至呢部分的資金確實是已經到位了，包括有一些亞洲國家也會參與在其中。不管是大家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會有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等的國家？那川普說的假新聞是被打臉嗎？還是因為已經被現實反噬了，他也只好跟着這麼做了呢？這是第一點。第二點，我们會來特別關心到的是，這個是最新來自於彭博曝光的美伊14點的 MOU 寫得很清楚，而且現在看起來呢，這個 MOU 對伊朗來說好像比較有利，是不是伊朗主導很重要的掌控權呢？稍微看一下協議內容，美國要解除在海上的封鎖，還要撤軍，還要解除對於伊朗的經濟制裁，伊朗才會願意進行最終的談判。這種先鬆綁後談判的順序，看起來是不是美國在戰場上面已經先撤退了？由伊朗來做主導呢？這是第二件事情，我們等一下來解析。第三件事情來看到是伊朗針對於石油的部分，好像已經可以逐漸的掌控許多事情了，包括它的超級油輪已經突破了封鎖，而且呢380萬桶的石油也已經運輸出去了。同時，美國的戰略儲備油則是跌到了最新低點，1983年以來的低點，油價現在來到了新高，一度是突破4.5美元了。川普這個時候是不是被高油價給嚇壞了，必須要來放行呢？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來關心到的是呢，川普前幾天說3000億美元給伊朗的重建金是假的，剛剛我們提到了嘛，結果范斯說是真的。那麼彭博直接公布了說，包括了說還有14點的 MOU 草案呢，這個草案是不是真的？看起來對於伊朗來說比較有利呢？我們來看一下14點 MOU 的草案細節，當中提到了說，美伊呢接下來會立刻的停止所有的敵對關係，並且互相承認，互相不干涉彼此的主權。再來這邊也提到說，美國封鎖對於伊朗的海上封鎖啊，還有確保波斯灣地區的這個航行都可以安全，甚至呢還有3000億美元要提供給伊朗，解除對於伊朗的所有經濟制裁等等。好，其實內容非常的多，但是重點就是說，美伊雙方互不干涉內政，那美軍鬆綁海上的一些封鎖，還有航運，再來就是石油給伊朗的運送也可以航運是安全的，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等等，而唯一的條件就是伊朗不可以造核武。另外一方面，其實呢，我們也看到最新的路透社也最新爆料說，3000億美元的投資金額當中，超過一半已經承諾到位了。出資的不只是波灣國家，還包括日本、南韓、新加坡跟馬來西亞。那麼 MOU 的第13點，剛剛我們看到了，也明確提到了說呢，美軍方面必須要先讓航運解封、石油豁免、資金到位，伊朗才會願意後續談判。看起來伊朗確實掌握主導權。有關於3000億美元的重建金，為什麼一開始川普說是假新聞呢？那現在我們看到波灣國家也說願意出資了嗎？他們是覺得說，乾脆我直接跟伊朗談好，不需要美國的保護，這當中不需要在美國為他們出頭了，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嗎？孫委員怎麼看？對，我看到了這個 MOU 的內容哦，我覺得真的是這個世界外交史上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，就是明明是看起來天南地北不可能達成共識的這個雙方的立場，居然還能夠在玩文字遊戲的情況之下，洋洋灑灑的寫了14條，然後看起來雙方的確都達成了共識。所以我說這場戰爭從停戰開始它就是一個沒有停戰的停戰，現在到了一個沒有共識的共識了那麼這14點，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的話，它其實完全避重就輕。
真正的核心問題只字未提哦。可是他講的是非常鬆散的哦，他講的就是全線停戰。那全線停戰，如果以色列不停，那怎麼辦？這個倒沒有講清楚啊。所以我才說，剛剛我們在討論的那個問題，現在以色列不停，伊朗要不要簽？美國要不要出來阻止以色列？因為照這個協議上來說的是雙方的戰友哦，各自的友好的勢力哦，都應該要遵循這樣的一個 MOU。然後第二個重點是什麼呢？就是那3000億的問題啊。當時川普之所以跳出來做假新聞，是因為那個時候媒體報說美國要出3000億啊。這對川普來說，他絕對不可能買這張單的。美國人民對這場戰爭已經是很反感了，你莫名其妙打了一場仗，花了這麼多錢，然後你要花3000億自己去修復你打爛掉的城市，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所以川普當然不可能承認有這件事，所以我覺得川普跟 Vance 他們2個人是唱黑白臉了。川普只是否認美國要出3000億 ，Vance 幫他補充講清楚了，不是美國出的哦，是美國的盟友出的。所以美國的盟友也還蠻慘的，被打的時候他們也都有份，現在要去修復別人的時候呢，他們還要出錢。那你說他們出這筆錢的原因是什麼？當然，第一，美國老大哥叫他出，他敢不出嗎？然後第二，也許在這場戰爭之後，他們認為中東整個地緣政治的這個格局會重新的洗牌了。那在這個時間跟德黑蘭交個朋友，恐怕也沒有什麼壞處。將來不小心又在爆發衝突的時候，他們也許可以幸免於難啊。但是我要講的是，真正核心的2個問題，在這個 MOU 14條裡一個都沒有提，就是荷姆茲海峽要不要收費。你現在看到的是，美國承認他要解除封鎖，伊朗說他要恢復到戰前水準，恢復到戰前水準跟邊收服務費回到戰前水準，到底是哪一個？是不收費的到戰前水準嗎？還是說我還是收了一個服務費？因為美國說他不能交保護費，美國只強調不收保護費哦，可是伊朗一直在強調他會收服務費，所以那這個錢到底要不要收？到目前為止，這 MOU 裡頭一個字都沒有提。那你更不要講濃縮鈾了，濃縮鈾要不要稀釋？在哪裡稀釋？鈾要不要交出來？他現在只提到伊朗保證說不造核武。這有什麼了不起？戰前的時候，伊朗就說他已經不造核武了，所以美國在還沒打之前，伊朗就已經保證了，說他不會做核武，是你美國不信的。結果你現在莫名其妙打了一陣子，搞了一個14條的 MOU 之後，還是回到原點了。伊朗只承諾他不造核武，所以事實上，你如果仔細看完這個14條的 MOU 的內容啊，我覺得這個就是歹戲拖棚的一個劇本啊，就再拖60天。其實這個 MOU 裡頭只有一句話最重要。就再談60天，現在談不出來的，咱們60天以後再講哦。所以呢，接下來我可以大膽的預測，各位在整個中東仍然可以看到沒有停戰的停戰，跟沒有共識的共識，繼續在那裡上演這個戲碼了。好，那等一下也請苑老師稍微幫我們看一下這個 MOU 裡面，另外有沒有看到什麼樣子的貓膩？再來就是說，看起來對於這個 MOU 對於美方來說相當的不利。除了說這個伊朗說不會造核武，但是他如委員幫我們看到了，戰前他就說不會造了嘛，所以現在看起來也沒有什麼樣子的一個變化。另外有一件事情比較有趣的是，為什麼這個3000億美元當中，波灣國家他們說會出資幫伊朗重建嘛，為了買一個保護嘛。那這個能夠理解，但是為什麼會有這些亞洲國家，所以也會出資日本、南韓、新加坡跟馬來西亞，跟石油的運輸有關係嗎？那苑老師又怎麼看？這個 MOU 裡面是充滿了貓膩啊，請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，第3條、第4條、第8條、第9條、第13條裡面都提到了最終協議啊。那第3條就是剛剛我們這個大千裡面提到的60天以後才有最終協議，最終協議簽訂了以後30天後才有撤軍。那接下來的話呢，按照最終協議搞來搞去，到了明年的今天了。我說一句良心話，另外在以色列那邊的話，以色列国防部長叫蓋茨啊，他講說啊，我們不會從黎巴嫩撤軍的。那他這個14條裡面的第1條就是要從黎巴嫩撤軍的，他理都不理你。另外呢，更有趣的是，他們有一個安全部長叫做本格維爾啊，他說過啊，他說我們以色列完全不受這限制啊，你什麼要我爸爸，你叫我爺爺都不管用啊，我就是蓋下去了。這個我必須要強調啊，你剛剛問那個第2方面的問題非常有趣，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你聽得出來什麼道理嗎？都是跟着美國屁股走的啊，他們自己本身呢，因為大家就這樣子啊，就講好像大家跟我講說，有個賺錢的機會，你有沒有興趣啊？有啊，你不能說沒興趣啊，那開什麼玩笑？對不對？伊朗是個大肥肉啊，對不對？那給你這個機會是給你臉啊，但是所以說這裡面強調，第一個，他們這4個國家都
非常非常需要中東的能源呢，尤其是日本跟韓國，新加坡也不差了啊。就是荷姆斯海峽一旦封锁的話，对他们来講也很麻煩。波斯灣嘛，對不對？第二個的話呢，他們借這個機會跟伊朗修關係，為什麼？因為這個14條的 MOU 簽下去，大家發覺美國好像不行了，是伊朗比較兇啊。因為我們現在仔細看，我們分析了這個幾個月下來，好像伊朗都是節節獲勝啊。那現在是以色列最慘啊，那美國有點莫名其妙，然後伊朗現在很得意很穩啊，那個阿拉格齊的教育正式宣布。然後第三點，川普當然有強迫了，川普這個人是錢只進不出的、啊，對不對？那你們來講的話，他們其實這個日韓新馬是假裝賣個人情給美國，說哎，你們要有人出錢，我們可以啊，我們在台灣只是沒有機會而已啊，有機會我們也講，我們也願意負擔很多啊，對不對？為什麼？這根本是順水流情啊，沒有人會拒絕的、啊，對不對？到時候裡面的承諾講說，到時候要簽的，實際上掏出真金白銀的時候，那不掏就是了嘛，對不對？而且那個波斯灣裡面那些王子國被打得一塌糊塗，所有有錢的國家都被伊朗打得一塌糊塗。阿聯酋他自己主動的啊，對不對？又是解除禁制啊，又給錢啊什麼的，他覺得花一點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是把終身托給一個不用的沒用的家伙，美國那還得了啊，對不對？所以現在整個改變，你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講，整個東亞國家都聰明得很嘛，大家都非常清楚啊。那大陸當然不會理他這一套了。是好，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MOU 裡面，一方面是涉及到有關於安全的問題，許多的國家現在呢，乾脆就直接願意付錢給伊朗來保尋一個安全哦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其實 MOU 也涉及到了這個石油的問題，那也是川普現在呢在民怨高漲的時候，他最在意的一個問題。所以是不是 MOU 裡面在於油價，還有在於荷姆茲的航行等等，現在放寬了對於伊朗的制裁呢？我們來看到伊朗這邊出現了這個石油出口的制裁被豁免的現象，因為呢現在被發現已經有超級的油輪突破封鎖，運出了380萬桶原油。美國現在是不是因為壓力真的太大了？現在最高油價來到一度飆破了4.5美元加侖哦。那麼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已經來到了最低點，是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。所以現在美國透過其他的方式要來運油，不管是影子船隊，或者是說來自於路透社的爆料說，伊朗先前擊落的阿帕契的直升機，可能就是當初來做石油秘密運送的一個管道。是為什麼這麼緊張？乾哥怎麼看？對啊，這也是有可能啊。但是你看那個14點 MOU， 你就可以曉得說，哎，對於伊朗的這個金融啊、保險啊，以及海上石油運輸啊。這些管制啊都取消了啊，都取消了。為什麼？因為為什麼？也要趕快讓荷姆斯海峽能夠通行。美國自己的海上管制先撤，然後呢，也希望在30天之內啊，能夠讓伊朗啊也對於荷姆斯海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險。為什麼？因為伊朗再這樣搞下去，我跟你講，美國自己本身國內的輿情，就是輿論的情勢，對川普非常非常不利。為什麼？你就是光是看什麼，那個叫西德州中級原油，現在好不容易降到80塊一桶，你知道？可是現在1加侖還是多少？才剛剛跌回4美元以下，叫做3.99美元，連1分美元都還跌不到，很慢。所以你知道專家有講，你知道嗎？漲價像坐火箭啊，降價像飄羽毛一樣，就羽毛不是要掉下來，不是很慢嗎？你光看那一根羽毛從天上要掉到地上，你要等多久？可是它要漲價的話，就像坐火箭一樣那麼快。在形容什麼？在形容的就是油價。那因為這個油價的關係，你知道這裡面牽涉非常複雜。你說，現在已經都可以走了啊，對不對？然後那個伊朗船只也可以通行了，然後荷姆斯海峽，我們這些這個就西方的船只啊，西方的油輪啊，還有日本、韓國、東南亞這些船只都可以再通行了，那油價應該馬上反應過來，對不對？對，不是這樣。你知道為什麼不是這樣嗎？因為在美國當地你要先從進口商再到零售商，所以進口商前面1桶105美元買的，你現在要叫他這樣幹嘛？降到80塊是吧？不可能，我要先賣光了，我才可以降下來。哦，原來遊戲是這樣玩的，對。所以你知道，專家就講了，我跟你講，那個如果說是這個平常的時候，你知道嗎？我們2-3天就可以反應過來，可是現在因為仗剛打完可能要2-3個禮拜才能夠反應過來，2-3個禮拜，
你知道美國現在有，美國中產階級有1/4左右的家庭，他們統計過了，美國財政部剛剛統計過，1/4左右的家庭已經動用了家庭緊急儲蓄。什麼叫家庭緊急儲蓄？也就是說，美國人自己有一套理財的規則啊，就是說這些錢現金不能動，放在哪裡？保險箱裡面。除非今天遇到了特殊的情況，不然你不能去動那個東西。美國人他們在就說，就因為他們都是信用卡掛帥嘛，對不对？都是刷信用卡。可是当信用卡不能夠刷這個油價的時候，為什麼？因為你的信用可能不見得能夠讓你有額外的支付的時候，我跟你講，你就只能夠動用那個緊急的基金就对了。然後1/4的家庭在用這個錢，是代表什麼？川普，你一定要趕快降下來。你如果再不降下來的話，我跟你講，那人民就會找你麻煩。所以你知道现在美國反而有2個零售業啊，他們現在大賺其錢，你猜都猜不到誰 ，Walmart 跟 Costco， 為什麼？這2家我們都耳熟能詳，對不對？他們有加油站呢，而且他們的加油站是標榜什麼？不管國際油價怎麼變動，我們先降價了，我們就開始先降價。所以 Costco 跟那個 Walmart 這2家反而他們現在就先降價，它不像那個大型的进口商，他們還是維持在原油的高點，反而他們就先降下来，變成美國现在民众一窩蜂去這2家公司的加油站去加油，那當然這種造成的不公平嘛。对，川普也要消滅這種不公平。你想想看，這個通膨對他來講是多麼的嚴重，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了。好，謝謝幹哥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環球